能够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，需要一颗寂静的心。这颗心不再躁动，不再彷徨，不再犹豫，不再坠入到无尽的对立和分裂中。整个大脑，整个内心，无论称之为什么，从一切想法、人类意识活动的秩序中完全走出来。Ja, godsamme. 大脑能够走出一切失序，意味着是整个智能在主宰一切，智能及整个神经元对应的所有感官和谐的运作，这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。能够拥抱自然，不是嘴上喊口号，口号很容易喊，而是真正能够做到。这需要一个人拿出所有的能量啊，有完全的魄力，去瓦解这整个人类扭曲意识的造作、欺骗和诓陷。不再被想法以及想法所对应的各种的条条框框、是是非非、各种的框架、构造所主宰。那人生，也就是整个生命体，完全充满了活力，完全恢复了活力。人是完全的鲜活的，满血复活。
是什么的因素让大脑变得如此懒惰，如此狭隘？如此琐碎？如此静止，但又极其躁动？是想法的活动吗？想法能够即刻带来确定，带来满足，带来愉悦。大脑发现，指望想法、依赖想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，特别的方便。大脑和想法的活动是如此深度的纠缠，如此的信奉想法，追捧想法，以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完全的展现出来。一个人能否亲自看到这些？大脑指望想法，依赖想法，这个过程很容易。也就是说，大脑不自觉地把想法当真。把想法当真意味着没有觉察。Hi. 即刻把想法当真，大脑就不需要觉察，多方便啊，多容易啊！你看，整个人类世界全是由想法堆砌的。我们去观察这些啊，不是去谴责想法，而是能否意识到，大脑是如此的粗略、粗心、草率。
当大脑完全把想法当真，把言语当真，意味着言语、想法变得如此重要，如此主导。一个人能够审慎、严肃、仔细的观察，不难发现，整个人类完全被语言奴役，语言承载了所有想法的活动。当所有人都把语言、想法当成首要的、最重要的、信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卷，是不是就开始发生了？换句话说，这样一个模式，把想法、语言当真，崇拜想法，被语言奴役，这是各种卷的开始吗？各种的社会框架、意识框架、传统文化，那些如此令人不堪的负担，都是来自于此吗？你看，一颗极其懒惰、一颗极其惰性的大脑，负担累累。这个惰性展现在人是如此的容易积累，不断的积累各种的想法活动，各种的应该是的画面，人变得越来越胆怯、畏手畏脚，越来越狭隘、保守。积攒了无数的控制。你看，有个成语叫“作茧自缚”，其实放在这里非常合适，不是吗？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负担，
令人窒息的负担，怎么能够卸下来？靠别人帮自己卸下来？每个人都背着无数的负担呢，为何还指望他人帮自己卸下来？指着这个社会能有变化，整个外部环境能够变好，来让自己感觉舒服。我们总在指望他人、外部世界发生变化，这是不是幻想，甚至是妄想？一个人能否自己先卸下负担，放下自己的负担，也放下别人放在你身上的负担？大脑能否走出这个幻象？能否亲自发现，只有自己亲自放下所有的负担，而不再去参照他人，看看别人是否放下负担，看别人能否帮自己放下负担，能否完全没有这种惰性，完全的自主，完全的主动，完全的鲜活，充满热情的去探索，发现大脑能否完全走出放下一切负担。否则没有路。C 后如是这么说。当一个人能够亲自去探索，走出一切负担，走出一切想法和整个人类扭曲的意识世界所构建的这个幻象的世界，说不准就有路，说不准就有了路。
不要总是想要去走别人走过的路，否则走那条路，充其量只能走到他人脚底下，但无法过彼岸。到彼岸没有路，但你可以亲自踏出一条路。但那条路别人走不了。一个人能否完全的精神独立，不再入伙，也不再被拉着入伙，也不再去从某个团体寻找一种归属、慰藉，祈求被关怀、被关爱，这全是幻想，全是那个懒惰大脑、惰性大脑，它的幻想，它的呐喊，无济于事。这种呐喊呻吟已经持续了上千年，在无数的自我的世界里面，在无数的自我大脑里面，传播传承。充满惰性的大脑看似在一起，但实际上是分道扬镳，各自陷在各自的幻想里面。真正完全精神独立大脑，能够共同看到真正的危险、实际的问题。这才是真正的在一起，不是画面，不是互相依靠、抱团取暖那样一个虚假的一起。物理层面，人需要在一起；物理层面，那个画面来保证物理安全。这是生物法则。但除此之外，整个人内心层面必须完全的精神独立，才可以保证人物理层面在一起。但你看，现在人精神这种如此的分裂、对峙、隔阂，让人在物理层面上在一起都变得非常困难。这样一个内心的完全的坍塌、塌陷、堕落、腐化、分裂对峙，反过来在毁坏人的物理安全。能否看到这是绝对的物理危险？现在整个人类通过这个经济制度来勉强
捆绑人，捆绑彼此，来继续维系那个所谓的物理的安全。但快撑不住了。哦，大脑鲜活，不再被想法困住，意味着大脑不再轻易把想法当真，而是如实的观察，看到实际情况。这意味着大脑不再被想法奴役，不再被语言奴役，也就是不再被想法、语言的反应劫持。当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的时候，那说人这才是真正的扭转乾坤。不被想法、语言的反应劫持，大脑才可以如实的观察，才可以看到是什么，不被各种的应该是带跑，不被各种语言、想法的内容劫持。那当一个人能够真的这么做，
人生命本能的警觉性就完全的复活，不再被想法那种总在追捧想法、崇拜想法、把想法当真那种状态压制着。就像一只鸟儿在吃食的时候，吃一口，抬起头，东张西望一下，吃一下，抬起头，东张西望一下，警觉在那里。警觉性的复活，加引号的复活，大脑意味着不再被想法框住，不再有惰性。这个状态啊，不可想象，因为在想象的时候，大脑依然在倚仗想法，依然在依靠想法那个内容来获得什么。你看看，不知道这样一个表述，有人能否亲自看到这个根本矛盾？就那个状态不可想，想的时候大脑还在倚仗想法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完全惰性大脑，被想法条件依赖、被想法框限大脑是无法想象没有惰性大脑的状态，除非一个人亲自做到。大脑能够完全的鲜活，不再倚仗想法，想法的活动才可以适得其所。倘若此刻我们真有这样一个完全的交流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流，那咱们的想法的活动必然适得其所。但如果一个人此刻只在倚仗随口说说的话，那就出问题了。
大脑完全的鲜活，完全的不再被想法框住，人才可以真正的结束一切。否则，一切是没完没了。这个惰性的世界没完没了，无数的八卦，无数的细节，大脑变得如此的琐碎和小气，人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、独特。哇！能够结束一切，大脑才可以重获新生。能够结束一切，意味着能够走出想法的所有这些纠缠，也意味着大脑没有任何的惰性。人他的生命，他的存在才自然的、真正的拥抱了自然，否则全是口号。这个世界口号太多了。一个人需要亲自行动，一个人需要亲自的行动，亲自的验证，亲自去发现，去体会那个想法永远无法体会，但的确存在的。对于这整个人类来说，对于这整个人来说，极其宝贵的东西。那一个人能否亲自触碰这整个人类的臂膀，让清晰透彻、不可撼动，对整个人类真正的关爱，变成一个人生活的现实。那咱们今天的这个谈话就先到这里。